OK，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实操板块啊。首先呢，我们分了三个这个分区啊，首先是前后的分区啊，前轮廓、后轮廓啊，内轮廓、外轮廓。然后呢，在后部呢又分了2个分区，总共这个头发是3个分区啊，3个分区的裁剪，上下为层次，对吧？也就是说下面呢，后面是一个整个外轮廓，上面是一个动感区啊，前面呢是内轮廓，后面整个是外轮廓。首先我们这个头发呢会从前面开始修剪。那 OK， 首先我们从我们的顶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分一个三角区分到它的瞳孔的位置。这边也是相同的方法。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整个头发的刘海呢做出来。这个头发呢我们也会采用一个偏齐的一个偏线条的处理方式头发比较少，非常少。然后长度呢，它整个长度不会剪得特别短按照头皮零度去修剪。接下来呢，再把表面的角呢微微去掉一点点拉到正中线的位置。好，接下来修剪我们的两轮廓。收到自然垂落，这边也是。这边呢，我们采用外夹剪的方式，自然垂落的梳理方法。这边呢，好，顺毛流 C 型梳理发片，线前去带。顺毛流 C 型发片梳理。这样呢，制造了一个边缘轮廓。这边也是相同的方法，顺毛流 C 型发片梳理。继续顺毛流，好，长度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做一个层次，把头发呢全部拉到水平地面。好，这边呢就会有层次了。好，水平地面，拉出来做去角，这样呢两周围呢就会柔和一点点。水平地面直角的技术，这样的一个边缘轮廓就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修剪我们的后区后区我们另设它长度。model 的头发是非常的细软非常少。
稍微低下头。在我们商业裁剪里面呢，那肯定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呈现啊。我们首先呢，去梳到它自然垂落，梳顺，找到前面的头发长度。自然的梳理，好，这边看头发呢有一些张力啊。然后继续把这个角呢稍微去掉一点点，跟我们的前发区的一个内轮廓做一个衔接。这边也是，这样呢整个从前到后的一个外轮廓就出来了，也是我们最终打完出来的一个感觉呢。这个位置呢肯定是有点俏皮啊，不要做过多的层次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开始制造内部结构，梳理头发，以我们转角线这根头发做引导线。以我们转角拉到耳朵的高度，转角的头发做引导，拉到耳朵的高度，用一个定点的技术定点的技术，正好呢跟另外一边做一个衔接。好，我们梳下来看一下，这时候呢我们表面的层次呢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它的整个在后发区呢，它的一个这种外翻的效果呢会更加明显一点下区要保证它一些重量重量。接下来我们开始做 C 型的内角处理model 呢稍微低下头，就是把里面不干净的头发剪掉，因为我们的客人的发际线这边呢有点不规则，所以说我们要去一下它的内角去一下它的内角。继续再往另外一边梳理。OK， 这样呢就很干净干净了。另外一侧一样的方式，把头发呢往它 C 型往前梳理一样的梳完以后呢，这边呢就会露出来了不干净的位置继续向后它的发源线这个位置呢是不干净
剪掉一点点。好，梳下来以后呢，这个位置呢也会干净了，啊，也干净了。这样呢，底线呢就整个轮廓呢就已经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它顶区的动感。好，其实剪头发呢是非常简单的啊，只要确定风格啊，确定你想要的一个感觉，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把它做一个演示啊就可以了。当你了解很多技术层面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最后的呈现，客人的事后的感觉呢，这个时候其实在沙龙呢是很费时间的啊。像如果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空中做一个45度的堆积重量，或者在45度左右上下，那我们后面呈现的是什么呢？呈现的一定是什么？是曲线的、柔美的，对吧？你剪了老半天，对吧？最后你要的这种感觉跟你所呈现的技术它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时候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收获啊。比如说，如果我这个头发按照常规的修剪，用45度去剪所谓的堆积重量，那剪完以后这个位置的饱满度很强，下面很圆润，那跟刚刚我们在风格判断的时候，你的曲线跟直线的关系就有冲突了。所以说呢，为什么前面用直角拉到水平地面？因为前面让它变轻，对吧？偏直线，后面基本上要么层次高，要么就没有什么层次，对吧？也说用一个高层次跟一个没有什么层次做一个对比，对吧？你不能后面做一个很曲线的，对吧？你前面做一个很直线的，就说你前后的关系跟我们所用的技术它能不能匹配，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还是我们的操作。一样的，把这头发呢，还是拉到刚刚所拉的这个位置，耳朵上方的位置。这时候下面就会有什么？有引导线了，就很简单，自然的梳理，拉到耳朵上方的水平高度，夹起来，点剪。剪头发呢，一刀就是一刀OK， 这边呢剪完，另外一边相同的方法。继续延伸。那我是为了拍摄让你们看见。本来我的人应该是站在这边站在这边正后方，但是为了拍摄视角。好，后区呢已经完成，接下来。在我们的两个过渡区，开始把头发长了，对吧？像这个头发长的，是不是？把头发呢要往前带，做去角，把前面剪掉。OK。好，另外一侧相同的方式，看到引导切口剪掉。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呈现一个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去做首先，
我们这个发型体现的是偏直线的多，偏硬朗的多。第二个呢，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model 它站在这个下巴的位置啊，我们这个位置做一些跳跃感的时候，也就是说做一些造型也好，或者做烫发也好，客人或者他的朋友，他第一个视角所有的聚焦点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在这个条水平线上，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嘴巴、下巴的比较好看的位置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刘海呢，等会儿会剪的稍微干净一点。你看他的眼睛也很漂亮，眼睛也很漂亮。所以说聚焦点，这是在设计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啊，要延长补短要放大我们客人的优点我们的一个层次面呢就已经完成。客人平时加耳后放下来都可以加耳后，前面呢等会做的比较干净一点点这个时候呢，平时这边呢有一点向外的一个张力这个时候就能够体现我们在冬季比较简单简约偏直线偏摩登刘海做的比较齐一点，就会偏摩登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要把它头发吹干以后，我们再做一个修饰。好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自然吹干的一个效果这个不要去把它带顺，知道吧？就是让它自然的吹干，这种感觉就是后面有点张扬的不要吹个内扣不管什么客人过来就是内扣，不管什么人就内扣这样的话你的发型呢就没有更多的亮点，客人呢也不会因为内扣而满意。就是做合适的这种平时往耳后一夹，对吧？放下来戴一个耳环都是比较干净的利索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呢，把刘海呢做的稍微干净一点点稍微干净一点点。这边呢我选择的用是一个平切口我说的这个头发呢，不要体现的是非常柔和柔美的另外一侧相同的方式然后呢到两周围了，这个时候呢切口改变一下这边呢相同的方式耳前头发自然放下做一些滑剪这个时候呢，往后带，去表面角，往后带去表面角，这个位置呢才会更加贴，你直接往前带，你只会把边缘线越剪越短，你往后去带，那这个表面角被你去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位置呢就会更加柔和
也是往后带，表面就去掉一点。一样的去掉表面角。OK， 然后接下来就来到了就比较简单的后区简单的做一些点剪，让这个头发的层次感呢不要那么钝就可以了还是保持主体的一个感觉这个时候呢，平时客人在家里洗完头吹干以后，后面呢有点乱乱的感觉，前面呢就比较贴脸收贴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就能体现我们刚刚所呈现的那种感觉，就是简约随意保持呢底区呢一个比较重的一个亮感切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做点剪的时候呢，不要把下面这个角呢，这个角model 呢头稍微侧一点，给它看一下就很容易发源自在家里的时候呢，就喜欢把这边呢把这个角剪掉，那这个位置呢就很薄就不好看不好看一定要有厚实感。这样呢，表面呢，表面就有层次，下面呢就有重量它不是那种包裹性的这种45度左右的修剪，包裹性修剪就很圆润，它没有，它是有点线的感觉，下面是重的，上面是轻的是这样的感觉。就要这种凌乱的感觉这才是符合现代这种女性的审美。我现在很多年前就喜欢这种很干净就是那种很有包裹性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感觉，现代女性的一个印象感说实话。基本上呢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把细节呢再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用手呢去拨动用手去拨动，看哪里需要做调整。这个头发剪完了，等会我们的色彩老师呢会把这个头发呢做一个色彩的一个就是让这个头发呢更加具有视觉感，去做一个加分也是会利用到我们的这个刚刚之前的一个判断，冬季型人物适合的一个发色做一些视觉的一个搭配。其实我觉得它黑发也挺好看非常高级这样的你看这种一个小勾勾那细节你看这种感觉平时他洗完头擦点发泥就出来了
好，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啊，这边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位置的链感呢还要做一些层次的调节。打薄不是把头发打薄，是根据你所需要的一个形体啊。哎，你看这样的感觉就来了，就相差那么一点点啊，这种细节啊。你说后面这个头发，举例啊，很多时候呢，发型师在家里就喜欢把这个位置呢打得特别碎啊，特别碎，不是说不好看啊，碎的头发呢，这个位置一碎呢，它就容易往前扣啊，没有重量啊。冬天是不是需要重量的？你打得这么碎干嘛呢？对吧？本来它的头发又很少啊，特别少，特别细啊。冬天的头发一定要干净、有力量、直啊，不要做得很花里胡哨的啊。OK， 那接下来我们整个头发的一个从设计到裁剪呢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这还是没有造型过的啊，还是没有造型过的。就非常简约时尚的一个现代的女性的一个印象。我可能穿了黑衣服这样的话看比较明显一点因为我衣服一来就比较统一色调了一定要做对比举例像这个头发，我们刘海可以做个内层两，对吧？内层或者我们可以在整个头发的整个下区做一个 W 分区，做一个裙摆软是不是都可以对吧？这些都是通过你的想法去做，而不是把头发统一两个颜色一定要做设计设计才会值钱。谢谢大家。